准备要来广州吃的小伙伴，这条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好啊！那作为广州本地的土著 UP 主呢，这2年呢我也吃了不少我觉得好吃的东西。那小长假即将来临啦，这期呢我就会用普通话直接分个类，给大家推荐一些呢来广州不能错过的美味。那这期推荐的店呢，基本上都集中在市中心的荔湾和越秀区啊，交通是非常的便利。那我觉得呢，我的口味还是比较大众化的，应该呢是有一丢丢的参考价值。所以呢，话不多说，一键3连，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呢，我要推荐的是广式拉肠啊。那大家都知道啦，妮妮是西华路区 UP 主啊，那所以呢，第一家要推荐的肠粉店呢，是西华路上性价比比较高的华记石磨拉肠啊。那他们家的肠粉呢，米浆都是自己磨的，所以吃起来呢，米味是非常的突出。那他们呢，传统铁盘制作的方式呢，虽然让那个肠粉口感吃起来没有那么滑，但是呢，自制的花生油呢是真的很香，而且呢，酱油也是调得咸甜适中的。不过假期去西华路呢，就要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了。那接下来这一家呢，是我每周最少都会吃一次作为早餐的宝藏小店啊。虽然它的招牌写着球记肠粉，但是用这个名字呢，在某点评网上面呢是搜不到的，因为呢它主要是卖龙江猪脚饭的。但是个人觉得呢，他家肠粉真的很值得一吃再吃。米浆呢也是自己做的，那虽然同样是用铁盘拉啦，但是它的肠粉的口感呢比华记的要滑一些哦。那米味呢是很香的，酱油呀也是咸甜刚好的。那我每次去吃呢，基本呢都会点一个9块钱的牛肉加葱。那它牛肉的肉质很滑啦，味道也很香。那综合来说的话呢，我觉得各方面都非常的均衡啊。因为藏在内街里面呢，所以平时帮衬的呢大多都是像我这样的本地街坊啊。那周末呢估计也不用排很长队，因为也不会很爆。那附近呢还有一家更网红的叫伟明肠粉呢，节假日呢就人会更多。那2家比起来呢，我觉得是都一样好吃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去吃广式面店呢。云吞面呢是必吃的，如果你第一次来广州呢，我会推荐你去吃利滴面家。那它在北京路、上下九和纪念堂等等广州著名的景区附近呢都有分店的。那他们家的出品呢就一个字，均衡啊。面呢够弹牙，云吞皮呢也很薄很顺滑，虾和肉呢都新鲜香甜啊，调味也很不错。汤头呢用大地鱼熬制，鲜味十足。那上面说到的云吞面3大主角呢是没有一个弱的，所以呢出品自然非常强。那唯一的缺点呢就是稍微呢有一丢丢贵，25块钱一碗，但个人觉得还是值得的。如果你喜欢超级弹牙的鲜虾云吞呢，那五羊村地铁附近的这家生运来呢就一定要去试一试了。首先呢，他们家的装修看起来就非常的高档，38元的黑虎虾云吞面呢，面和汤呢都还不错。而那个云吞呢，里面几乎都是虾，每一只都肥嘟嘟的，馅料也超级足，一口下去，哇，弹牙鲜甜，直冲味蕾啊！那这种云吞呢，在其他店很少能吃到，所以就是非常特别的。那除了这2家以外呢，我还会推荐你去昌边路的一记面家。那他们家的五宝云吞面呢，每个云吞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呢都是非常的鲜美，也很特别。那还有东山口附近有一家叫恩宁刘福记的，那整体也是非常有广式风味，那经过呢也可以去试一试。那接着呢就是我很喜欢的广式炸酱面了，那真的是每一家面店调的炸酱都是不一样的哈。如果你喜欢咸香口的话呢，可以试一下西门口附近的何永记啊。那它的面呢不是那种很弹牙的竹升面呢，而是那种滑滑的稍微有点酥的那种传蛋面呢。那酱的话呢，那个面池味的非常的香啊，咸中带点甜。那价格呢就稍微会比一般的面店贵个3-4块钱的样子啦。那如果你喜欢咸辣口的话，又想要酱多肉多的，那周门的那家传统竹升面呢，就一定对你胃口了。那被炸酱压到红彤彤的面呢，一看就非常有食欲。那面很爽很滑啦，然后酱的那个蒜味呢也是非常的香。味道呢有点像那种蒜蓉辣椒酱啊，喜欢重口味的小伙伴呢，就一定要去试一下这家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很多粉丝说呢，他家的那个虾子捞面也是挺好吃的，可惜我还没吃到过。那你们也可以先替我尝尝，然后留言告诉我究竟怎么样。还有附近泮塘路呢有一家灵记啊，我觉得呢它是这条所谓石阶上面呢最值得吃的一家店。
那当然啦，到了节假日呢，它排队的凶猛程度呢，这一点都不比西华路差的。那给你看一看我今年春节的时候拍到的一个场景啊，你大概就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了。那说回他们家的一个出品啦，我最推荐的就是那个猪手捞面。那猪手的口感呢是那种就还保留着一点爽口的软糯啊，调味呢就稍会偏甜一点点，南乳味呢是非常的香。而且他们家呢用的是那种全蛋的粗面呢，能很好的吸收那个汤汁，也很爽口。唯一不足的呢就是那个面呢有一丢丢的那个碱水味。然后他们家的濑粉呢也是很不错的，料很多了，而且整体的鲜味也很足。还有呢他们出品的那个椰汁冻糕、红豆沙煎饼等等的，我吃过也是非常好吃。再来呢推荐一家最近吃到非常惊艳的华福五宝面呢。那28元一大份的超级牛腩面呢，听起来好像价格有一点点贵啊，但是它足足有5大块肥瘦相间而且焖得非常入味的清汤腩，那其实是物有所值的。那这个呢不是妮妮个人的一个评价，而是被我安利过去吃的小伙伴呢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评价。那它的牛腩呢也是够软，而且呢就是瘦肉呢也不会很柴，肥的部分呢更是油香味十足，那简直就是肉食爱好者的福音啊。它的汤头也是非常的清甜啊，面的口感呢是有点像那种日式拉面，然后爽滑了而且够吸汤啊，还有清甜的那个萝卜，反正呢经过吃就完事了啊。还有他们家的牛杂也很棒，每一片都非常的大块，喜欢牛杂和牛腩的小伙伴呢一定就不要错过它了。面这个板块呢，最后还有一种很特色的面呢是必须要去试的，那就是伊面了啊，这个是我很爱的。那这里呢也简单推荐3家啦。汤伊面的话呢，义德路100米巷呢有一家藏得还比较深的叫佩记小吃店的，那他们家的牛腩汤伊面呢是很不错的，汤的味道呢非常的浓啊，然后牛腩呢也焖得软烂入味，伊面呢竟然还保留着一点嚼劲，就很有广府的味道啊。再来呢就是西华路附近的2家，一家呢是藏在芦迪街的亮丰盛澳门咖喱档啊，那它的咖喱呢真的是超级香浓，辣度呢是广东辣，那些咖喱呢挂在还保留着 Q 弹口感的伊面上面，一口入魂了。然后至于肉的话呢，牛腩呢和金钱肚呢都非常的不错，吸满了那个咖喱汁，然后口感呢软糯，肉味也很香哦，而且呢量也给得很足，反正呢各方面我觉得都很对我的胃口。而他们家的炸猪扒呢也是非常的出彩，那里面呢还保留着肉汁，夹着柠檬草来吃啊，咸香脆嫩，简直是绝子啊。最后呢也就是在附近的沙茶佬了，那他们的沙茶意面呢也是挺惊艳的，因为加了很多海鲜去做啊，所以呢整个汤汁呢不仅呢沙茶味很香浓，而且是非常的鲜甜的。海鲜呢一吃就知道是新鲜货，价格呢是稍微有一丢丢贵了，但是也是值得试一下的。那这里再提一嘴啦，说到伊面呢，很多人就会想到老字号的煎记啊，但是呢我个人呢不大建议你专门跑过去吃，因为老实说呢对比起来，个人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哈。那粉面不分家，接着出场的呢就是各种各样不错的粉店啦。那先说稍微小众一点的广式濑粉呢，这里推荐一家呢我最近非常爱，经常买来做早餐的长寿濑粉的。那它藏在西华路金花直街的西华市场附近呢，它家的濑粉呢用料非常的足，而且呢都很鲜味，粉体呢软糯 Q 弹，最棒的是呢它的猪油渣呢是后面加进去的，不是跟粉一起煮的，所以吃起来呢还是脆脆的，油香味十足。那喜欢吃猪油渣的话呢，你还可以跟店员说要多加点。他们家的濑粉呢可以跟烧鸭、叉烧啊等等料拼在一起，但价格就不一样咯。我就喜欢是加一份鱼皮连小份的濑粉呢一共是14块，那酥脆呢而且蒜香味很足的鱼皮呢泡在那个濑粉的汤里面吃，哇，吃过你就懂这有多好吃了。还有呢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老字号核心小吃店的濑粉皇啊，那它开在西华路旁边的第一金街的一个尽头啊，应该有超过30多年的历史了。那他家的濑粉呢就很有小时候的那个味道，也不错的，经过呢可以去试一下，但是它的店面呢也很小啊，就没什么位置坐，那夏天去吃的话你就要有点心理预期了。那还是在西华路啊，那每次推这一家呢肯定是会有人怼我了，说什么网红店啊，广州本地人都不吃了什么什么的，但随便你们怎么喷啊，我认为呢
值得推，那我就推给大家，那反正我也没有收钱。我是实在很爱他们家的一个猪脑拼那个牛筋捞河粉了。是的，我说的就是西华路的千年排队王莅临了。那真的要去吃的话呢，建议你别点什么三宝啊，还有什么贵到掉渣的那些海鲜呢，你就按我说的这个去点就 OK 了。那如果还想多吃一份肉呢，或者不吃猪脑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换成第一道肉或者加一份也不错的。因为他家的那个牛腩汁呢，就调的那个咸甜适中，也够香啊，所以整个捞河粉呢是咸香浓稠，胶质满满，也是非常鲜甜的。粉呢就是一般的河粉就没得好说的了。那我推荐的这各种肉都不错了，比如猪脑它是处理得很干净，然后牛筋是非常的 Q 弹软糯，也是很好吃的。第一道肉的那个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哈。那当然啦，节假日呢排队是非常猛的，那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这个也是我之前节假日拍到的镜头啊，感受一下。那怕排队的哈，就略过这家好了。那接着还在荔湾啊，中山八路转过去周门街那里呢，有一家荔园大肠粉啊，那推荐他们的长头冰猪肠粉，有点拗口啊，但你没有听错。他们家的一个猪肠呢处理得非常干净，那肠头呢软糯入味，有脂肪的香气。大肠呢同样是焖得够入味，还保留着一点 Q 弹的口感呢。那它的卤汁的那个涉水呢虽然有点深呢，但是鲜味十足，一点都不会觉得咸。最棒呢是它的配料呢是可以自己随便加的，然后甜酱辣酱呢加点辣椒川，然后配上它的那个猪肠粉呢，就很有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。接着呢就是很多小伙伴都感兴趣的广式点心了，也就是说去哪里喝早茶好了。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回答起来有点困难呢，因为广州的茶楼呢实在是太多了，也各有千秋了。但想想也很简单呢 ，follow 我的 hack 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很多时候呢，人家问我这个问题呢，我第一个给他的答案呢，可能是会是陶居，但是有一个限定条件，就是必须去到上下九第10辅路的总店吃。那他家呢，现在因为分店实在是太多了，那出品也是不一定稳定。为什么推它呢？因为说到早茶的体验呢，无非就是点心加环境。而陶居的总店呢，在这2项里面呢，我试过了，都是比较出彩的。点心来说的话呢，传统的比如什么虾饺、干蒸和那个凤爪呢，还有他们家特色的那个酥皮水牛奶菠萝包呢，都是不错的。环境呢，无论是你用餐的地方，还是说它室外的一个景观装修呢，都是可圈可点的。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呢，陶居呢，它这个牌子呢，在广州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历史的，它的招牌呢还是康有为题词的。顶楼呢有个可观亭，那拍照也是相当的不错啊。详细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去参观了解啦，这里我就不多说了。不过呢，节假日呢一定要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啊，真的还排得蛮厉害的啊。然后呢，再推荐2家相对冷门一点，但是出品很不错的新式茶楼啊。一家呢是在西门口广场的顺心珍品啊，它大个招牌承诺着不用预制菜，那点心呢是那种传统与新派的结合。建议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点就好了。我吃过几次呢，大多数的出品呢都不会踩雷。那平时早上11点前买单呢，还有6点8折。节假日有没有就不知道了，要现场去看看。因为它缩在商场的角落里面呢，所以即使排队呢，应该也不会很严重。另外一家呢是我觉得更加有创意的菜篮点心啊，然后这家呢在广州呢是有很多分店的。黄沙附近的领展广场和广州东站的东方宝带店呢，我都有吃过。他们家的酥皮山楂叉烧包还有青姜蓉鸡肉拌饭呢，我觉得都相当不错啊。那上次去吃的还有山楂之颂，那酸酸甜甜的非常解腻啊。那建议可以买一个团购再去吃，那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还有一家呢，就是我讲出来可能又会被一些人喷的点都德。那其实我觉得呢，如果光论点心出品的话呢，他们家的点心综合来说呢，都是在水平线之上的。而且我吃过他们家好几家分店呢，也不会出现那种发挥很不稳定的一个情况。那如果大家不想做攻略的话呢，直接在附近找一家来吃一下应该也不会失望的。至于呢，很多朋友口中的早茶天花板白天鹅呢，我是真的没有吃过，因为人均200-300块钱呢，实在是太贵了哈。我这个呢，就只在他们家的一个美食屋买过名声在外的沙琪玛，我觉得口味就还好啦。这个呢就不多做评价了，有钱有兴趣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去试试，然后
评论告诉我究竟味道如何。对了，那虽然贵了，但是它节假日排队也是相当的厉害呀。我没有吃过，但是我看到过。好了，吃了那么多，再来2个炖汤，润一润喉吧。那推荐呢都是椰子炖竹丝鸡啊，那都在北京路附近。不怕排队的话呢，可以试一试呢，近年成为那个网红店的达阳原味炖品啊。它有2家店呢，那文明路老店的话呢，位置不多，但人非常的多。那建议呢，可以多走2步呢，去到德政中路店，做的会舒服一些。整只的老椰子炖鸡呢，我觉得应该没有怎么加水进去的。老椰子水的香味呢，非常的足，肉和椰子的甜味呢，都渗入到它的汤里面呢，就很好喝。怕排队的话呢，只要再往前走一点呢，有家免记炖品皇啊。同样是椰子炖竹丝鸡呢，它就起了一个比较奇怪的名字，叫做鸡爷呀，它也是做得非常出彩的。那香浓的味道呢，我甚至觉得还比达阳呢要更胜一筹啊。最后呢，再讲一讲我最近很喜欢喝的港式奶茶。那比如呢，只做奶茶和柠檬茶2款，绝不推新品的专2呢，也是以前的荣记啊。现在它的分店呢，几乎是遍布广州各个区的。那茶味呢是非常的香浓，少糖的话呢，可能还略微有点苦涩哈，奶味也很足，好喝又提神，那可以试一试。但是呢，喝多了有可能会睡不着哈，对茶敏感的人要慎重了。价格呢16块钱啊，虽然好喝，但是略微有一点点贵了。还有西门口光孝寺附近呢，有一家九叔，那他家的丝袜奶茶呢也是香浓好喝。我现在呢几乎是隔几天早上呢就会买一杯来喝一下，提一下神。价格呢12块哈，非常的亲民。还有呢，西华路和芦荻街都有的妈巴茶档啊，他们家的招牌呢是咸香奶茶，那在甜奶茶里面加点盐下去，结果呢就是整个口感的层次非常的突出。这3家店呢，你只要点是冷的奶茶呢，它放的都是茶冰，所以呢夏天买一杯边走边喝呢，也不会担心茶味会变淡啊，这是非常棒的。好了，广州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吃到过值得推荐的呢，绝对不止上面这些。但受限于视频的时长啦，还有比如一些粤菜啊、牛杂啊、糖水啊、蛋挞之类的，我都没有讲到。那这期呢，其实也就想到哪就说到哪了。想了解更多、更深入的话呢，建议可以先给我点个关注，然后进去我的主页，有很多按主题分类的广州美食视频可以慢慢看哈。以上推荐到的小店信息呢，我都整理好放在评论区置顶的了，大家可以按需自取。还有这一期是没有任何推广的啊，大家放心使用吧。然后我们这期先到这里，提前祝各位小强子吃好喝好，而且玩得好。我这里是妮妮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